在昏暗的森林中，一只狼猫正伺机而动，它的眼睛正盯着树枝下的一窝小狼崽。小狼崽们嗷嗷待哺，完全不知道危险就要来临。只见狼猫轻巧地在树丛间穿梭，两只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四周，确定周围没有威胁之后，它们就对可怜的小狼崽下手了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这只狼猫的身手可谓了得，竟然敢袭击狼的巢穴，说是凶狠的猎人也不为过。而大自然中有着许多的优秀猎手，诸如老虎、狮子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如果说老虎、狮子在大部分时候是单兵作战的顶级捕食家，那狼群就是最顶级的团队猎食动物。除去某些大型犬之外，狼作为现行犬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物种，让老虎和狮子都要忌惮三分。但遇到了狼猫，也免不了被屠杀的命运。那么，这个狼猫究竟是怎样恐怖的捕食者呢？所谓狼猫，其实它的学名就是猞猁，外形像猫，但比猫大得多，又被叫做山猫。猞猁是喜寒的动物，栖息的环境多种多样，是分布的最北的一种猫科动物。相对于狼的团队合作，以家庭作为核心，猞猁更喜欢离群独居，孤身活跃在广阔的森林中，无拘无束，没有固定的巢穴。但即便如此，在森林中，狼与猞猁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，可谓是世仇。狼与猞猁的成年个体之间鲜少面对面进行血拼，而是专杀对方幼崽来减少未来的敌人。猞猁性情狡猾而又谨慎，体力也非常好，不仅可以独身潜伏几天几夜，也可以连续奔跑十几千米不停歇。遇到危险时会使出自己的拿手本领，爬树躲藏起来，有时还会装死骗过天敌的抓捕。猞猁有着不凡的身手，但是狼好歹也算是肉食动物中的一霸，怎么会被追杀呢？事实上，猞猁单独战斗的能力不比狼差，如果独狼遇到猞猁，也要退让3分，不然很有可能受到生命威胁。而如果是猞猁遇到群狼，也不会那么幸运的逃脱，有时还会落得个被群攻致死的下场。但是猞猁可不会那么傻傻的任狼宰割。对于猞猁来说，森林的环境有利于它们躲避狼群。猞猁会把居所建在森林中最隐秘的地方，周围充斥着草木洞穴，方便平时活动和躲避侵害，也能帮助它们保护自己的幼崽。在欧亚的森林中，猞猁会利用地形优势进行长线作战，在树上行动是它们的绝活。猞猁可是一个出色的攀爬好手，它们甚至可以从一棵树纵跳到另一棵树上，尤其在夜间一片寂静的时候，利爪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抓捕食物。猞猁借助茂密的树木和有利地形与狼周旋，进可攻，退可爬树逃走。对于不会爬树的狼来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潇洒离去，却没有一点办法。而相比之下，狼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了。狼的活动范围很广，包括但不限于森林、山地、草原等，但是猞猁只生活在森林中，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森林生存法则，使得狼无法利用群体优势战胜猞猁。狼和猞猁都在尽力保护自己的幼崽，同时尽可能地消灭对方的后代。但在战斗方面，显然是猞猁更占上风。在白俄罗斯，科学家发现，比起猞猁杀狼崽，狼几乎很少能够猎杀到猞猁的幼崽。虽然猞猁是离群独居的动物，但它们组建的家庭却有着高度的合作。它们分工得当，能够让崽子得到更好的照看，甚至比狼更加团结。公猞猁在幼崽的哺乳期中，会在领地周围留下标记，用来威慑其他同类和敌人，并且为了幼崽和妻子寻觅食物。猞猁的独立生存能力同样出色，无论公母都能独当一面，在照看好崽子们的同时，还能捕杀小狼崽，真正做到捕食、照看两不误。反观狼群，除了疾病、天灾等因素外，狼群幼崽死亡数量的增加，更大的原因是猞猁的追杀。即便是团队协作出色的狼群，因为环境限制，独狼的战斗力远不如猞猁，因此往往需要群体行动进行狩猎活动。弱小的狼崽们就只能被留在家里，没有狼群的照看，猞猁趁虚而入，一举将狼崽们通通杀死了。
作为世仇，猞猁对狼可谓是心狠手辣，绝不手软。曾经有科学家调查发现，很多公猞猁会刻意去追捕狼崽，甚至有一个狼群连续5年所生的幼崽都被同一只猞猁杀死了。受到猞猁追杀的影响，森林中的狼群幼崽数量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增长，这大大抑制了狼群的生存和发展。在大自然中，虽然食肉动物之间的猎杀也有发生，但像猞猁这样定期清理的事件还是少数。这也是它们在100万年生存演化下产生的智慧，不仅养成了猎杀对手的习惯，而且扩大了种族的生存空间。说是动物界的恶魔也不为过。但即便是在森林中叱咤风云、心狠手辣的猞猁，也避免不了人类的追杀。猞猁在欧洲一度非常常见，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但由于人类活动，栖息地遭到破坏，生存也受到了威胁。不仅如此，在中世纪的那段黑暗时光里，因为他们耳朵上的黑色毛发被人们臆想为是魔鬼的象征，于是猞猁被当作灾兽，被欧洲的人们广泛捕杀。为了躲避人类的捕杀，猞猁只能躲藏在深山密林中生活。到了19世纪，猞猁几乎已经被欧洲许多国家赶尽杀绝了。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应该保护动物。在一些政策措施的保护下，猞猁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改善，数量也逐渐增加。猞猁数量逐渐增加，也在森林中慢慢繁衍发展起来。而森林中的狼一直受到猞猁的打压，生存和繁衍也遭到了抑制。但猞猁保护了后代的安全，从而使得种群得到了发展。狼群即便在森林中处于被猞猁搜捕的劣势，猞猁却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狼群。这场持续了千百年的狼与猞猁争夺战，今后还会一直持续下去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。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